看这一步的景色，这叫啥？这叫峰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再看这个水，这个水啊是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100许里，是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我现在来到这里啊，是富阳。这个富阳呢是杭州的一个区，在我的身后啊，这是富春江。没错，就是你现在脑海里头想象的那幅古代非常有名的画啊，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不是富春山居图的里头画的那个富春江。这幅画是元代的大画家黄公望，然后他呢晚年隐居在这里，结庐隐居，感觉这儿风景特別的漂亮。歷時7年畫了這幅畫。這個江面非常的寬，上面有很多船，一聽遠處傳來這個船上這個馬達的聲音。這個富春江其實它是屬於錢塘江的中段，它是錢塘江一部分。大家老說這個浙江省，浙江省，這個浙江是啥意思？在古代的時候，這個浙就是曲折的意思啊，浙江意思就是這個錢塘江這曲曲折折，所以叫浙江。東子關碼頭，這個東子關啊是富春江邊的一個小漁村。來這個漁村就幹2件事，一是欣賞美景，二呢就是品嘗江鮮。因為這個村子啊是在整個富陽來講是吃江鮮啊第一村。你看這個風景，看人家蓋這房，哎呀，這房子真棒。這些房子啊都是重新蓋的，但是呢還是按照原來的這種古色古香的樣子。你看這碼頭牆，這裡頭就是什麼住宿啊、農家樂啊、吃飯、遊玩一體化。這當地人晾的菜乾，哇，好香啊！梅乾菜。這應該是個老房子。文三房，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。哎呀，這幾個沒翻新的更舊。這裡的人啊，在以前的時候就住這樣的房。這裡頭感覺還挺涼快的，不過也裝空調了。這也是以前的老木門。走在這樣的地方，瞬間我感覺跟許仙一樣，拿把傘。看這村子多幸福啊，住着好房，但是有貓有狗的。這應該是村中心了。作家郁達夫他就是富陽人，他寫了一個小說啊，就叫《東子關》啊，描寫的就是這裡的風土人情。你看這亭台樓閣，還有這水塘，就是你每次啊一來到這樣江南水鄉的地方，就是心啊一下子就感覺很安靜，因為這景色太美了。看那裡富陽古商，這個郁達夫啊，然後來這兒是為了治病，然後在這兒住了一段時間啊，那不是這個跌打損傷，不是治骨頭啊，人家是治肺病，就在這兒生活一段時間才寫了這個小說。有人嗎？這個油肺饅頭還有嗎？啊，沒了。有的有，要幾個？我要一個。那你
你等一下好吧？哦，他一会儿出来是吧？我炸出来呀。哦，你炸出来，然后给我弄个油肺馒头，加个臭豆腐。哦，加2块好吧？行。哦，一个馒头2块豆腐。这大姐啊，今天是没摆摊儿，然后一听我要吃啊，这上2楼给我炸。哎，这待遇。哎呀，这房子，2楼有个小厨房，看这景色啊，从这儿出去，哇，自己做的菜籽油炸的。菜籽油。自己的米，自己的油。这个馒头是那个酒酿馒头吗？是。哦，也是酒酿馒头。油肺馒头，当地的小吃。这就一个馒头，然后2塊臭豆腐。今儿啊，这算是開了小灶了。这臭豆腐是自己做的。自己。麻掉了。当地的油，当地的豆腐，当地的馒头。我们中午也是吃的臭豆腐炒辣椒。哦，臭豆腐炒辣椒，当地菜。这一炸啊，还是有点臭香的。哦，抹这个辣酱。哦，这自己做的辣酱。也是自己做的。哎呀，这个辣酱好。这一问我是自己做辣酱，整点英文。多点啊。哎，多点，能吃辣。好嘞，可以。那我们新的辣椒已经開始了。哦。哎呀，這種吃法。好吃的。第一次吃這樣的吃法。臭豆腐夾饃。好的。而且是油炸的。那你這樣吃啊，就是我們呢，就是吃慣了，就是習慣就這樣吃。吃慣了。臭香的。不過這個炸臭豆腐咱經常吃，肯定是很香。來一口啊。真的很脆，很香的。哎呀，好吃！我得說10個好吃。哇，你看啊，裡頭這個臭豆腐啊，比平時就是你買的那種外面的臭豆腐還要好吃，因為它自己做的非常的臭，然後裡頭呢又很香，外邊很酥。再看這個饃，哎呀，焦酥酥的。關鍵是啊，這個大姐這個辣醬做得好，辣的。哎呀，這一口下去啊，香暈了，臭香的。油肺饅頭，別小看這個美食啊，東子關村3件套之一，還有2件套啥的，咱一會兒也嘗嘗。太好吃了，大姐。好吃了啊。香。看這老的供銷社臥餛飩，東子關村3件套啊，臥餛飩，還有這個木蓮豆腐。哎，臥餛飩、木蓮豆腐有吧？有，各給我來一個。然後我在這吃。人家這個村子啊，這個菜單啊，都得公示出來，看見？咱有麵，這是木蓮豆腐。哦。熬餛飩幾碗？熬餛飩。1碗2碗。一碗。熬餛飩。這就供銷社以前的老桌子，咱坐這兒啊。哎，這太窄了，這也。這就是一個飲品啊，這猛的一看啊，感覺哎，這不是冰粉嗎？和冰粉有點像，但是啊，人家是木蓮豆腐，就拿這個木蓮果的籽，然後經過一熬，就能熬出這個凍來。這個木蓮果呢，長得有點像無花果，但是不一樣啊，裡邊還有這種紅糖漿。哇，冰冰涼涼，這夏天喝個這真解暑啊！紅糖漿裡邊還有一點點這個薄荷味兒，怪不得這3件套，這玩意兒吃了嘴臭啊！一喝這個，然後又清潔口腔。這3件套，還有這個臥餛飩，人家當地應該是熬餛飩，吃過各種各樣的餛飩，還沒吃過這個熬餛飩。
好嘞，谢谢。哇，熬馄饨，上面是葱花，哦，这加了淀粉，看起来跟胡辣汤一样，里面还有豆腐，这就是馄饨啊，怪不得叫熬馄饨啊，这熬出来的，跟个粥一样。你看，这头一回喝这樣的馄饨，我感覺裡頭還有筍。哎呀，真是熬出來的啊！一定要加小心，太燙了。不錯，很鮮。然後這個胡辣湯的口感，但是呢是那種醬油鮮湯的味道。呵呵，這東西啊得吃這個表層，太燙了。好喝。裡頭還有肉絲兒、香菇、筍乾、豆腐乾。阜陽這麼大，為啥要來這個小村子吃江鮮呢？看這裡啊，富春江江鮮大會，永久舉辦地。這裡就是江邊，然後江邊這一排啊，全都是農家樂，江鮮農家樂，咱吃這家。在哪點菜？这里，在這裡是吧？哎。哦，好看看。那個魚要不要到外面去看一下？來，認識。認識一下魚。有蝦啊，魚在這邊。哦，這個就是河蝦是吧？這個江裡的江蝦。江蝦。對。行，給我來一份這個。好的。這是按份賣的是吧？對，一份是半斤，120。120，行，來一份這個。上面還有，這裡還有呢。哦。這裡還有好東西嘞。好東西。有鰻魚，有江螺魚、白螺，有土捕魚。土捕魚小魚裡面算好魚嘞。哦，這都是這個富春江。對，那裡還有綠玉黃，我們這邊叫綠玉黃，紅燒的可以。這個什麼價？長蟹，這個88塊一份，它是。就現在吃最划算了，它肉很多很多的。行，給我來個這個。然後那個鯿魚有吧？鯿魚沒有，用完了，兄弟。那還有啥魚？就這裡兩個魚，一個鱸魚，一個土捕魚，就這兩種魚吧。哦，這個魚這麼小的？對，這個好魚很好吃的這個魚。這鱸魚就剩這一條了。哎，鱸魚這一條有1斤呢，快1斤呢，220一斤呢。220一斤。對，這個的話呢。鱸魚這麼貴的？對，鱸魚是貴的，這個呢是168一份。168，那個怎麼吃？這個就是弄一個雪菜，有一丟丟湯的，很好吃的。那來這個吧，來這個炒魚的。好。再給我來個那個啥，有個炒雞是吧？生炒雞啊。啊。兩個人呀？沒事。我看你們家，我剛才點這幾個菜，我看都是那種小的小螃蟹。現在網不能捕呀。哦，對。啊。現在是禁漁期。這種都是基本上的，那個鱸魚的話。釣起來的釣的哦，現在這些都是釣的。這個是籠的，籠子裡包括蝦。為啥我知道現在是禁漁期呢？就是因為啊，今天早上4點半的時候，天剛剛亮，我辦了一件事啊，我跑到阜陽這個富春江的江邊，有一個叫恩波魚市，我準備去那兒拍這個魚市，結果一去啊，一條船都沒有。然後我一問，旁邊有個大姐蹲在那兒河邊洗衣服呢，大姐夠勤快的，4點半出來起來洗衣服。天剛蒙蒙亮，大姐說：“現在是禁漁期的了，哪裡有魚了？”我說腦瓜子嗡嗡的，然後我又回，然後睡覺，然後睡到現在才到這兒來。哎呀，為了吃口美食啊，不易啊。另外，我就想，這浙江4點半天都亮了，哎呀，真是這咋想的這？它其實屬於那種鱸魚類的。哦，它是。像我們小的時候的話，釣起來啊，都蠻大的。現在就是捕的多了，就是大不起來。哦，小的就抓走了。哦，這種魚你們小時候能長到1斤？對啊，那時候地都沒有的呀，我們小時候。對。它這個魚的話，你網是捕不到的，它是躲在那個石縫裡的。
蝦里哇，活蹦亂跳的。这个蝦一看就是跟塘里的两样的，是啊，像透明对。太新鲜了。是啊，是新鲜。干净，一看就干净，这种虾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鲜味的，对。等它20秒、25秒差不多。哦，很快就熟了。看老也不好吃。对。哎呀，鲜活哦，都出来了。换一个。死的螃蟹不好吃。开吃4道菜，全是这江里的好东西啊！除了啥？除了这个鸡，但是这个鸡呢，也是当地的这种走地鸡。这个就是这个酒酿馒头，当地特色。好嘞，哎呦，看送我这，我今天早上买的。啊，大樱桃，谢谢。別小看這個饅頭，所有菜都是配這個饅頭吃，當地特色。咱剛吃那個油肺饅頭也是這個。先吃這個土布魚，這土布魚啊，看起來肉質非常的嫩，這一條就這麼一丁點。這是雪菜土布魚，裡頭有一些雪菜，咱先蘸點這個汁兒啊，你看這個湯都發白了。這一口，這是不是得順頭嚼？哇，超級鮮這個味兒。因為這個魚很小，這骨頭啊一抿都酥了，然後這個肉啊全部都能吸下來。這江鮮的味道果然不一樣，真是一分價錢一分貨呀。好多人啊，一看這個菜價，一看這種江鮮的這個價格，這也太貴了吧！我跟你說，這就正常價，這整個村都是這個價。你去這個阜陽的市區啊，它也是這個價，確實是不便宜。這個富春山居圖啊，都有一半的貢獻。這個魚肉啊，跟豆腐一樣嫩，跟嫩豆腐一樣。我感覺啊，這所有的精華都在這個湯裡頭，還有雪菜的味道。這應該吃麵條，雪菜魚湯麵。哇呀，這一口，哎，這個湯這個比這個魚都鮮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得拿這個饅頭啊，酒釀饅頭，微微的甜味兒。別看這個吃法比較土啊，但這才是美味。吸飽湯汁兒，哎呀，好吃好吃。
這馒頭裡頭气孔特别的大，特別吸湯汁，你这麼一撕，往這湯裡頭一泡，哎，這就是人間美味啊！这里头還有點筍。這個魚在這兒叫土布魚，這個魚有意思了，在全國各地啊有幾十上百種叫法，我給大家讀一下。有叫土布魚的、呆子魚、土憨巴、虎頭沙、虎頭呆、土婆魚、土财魚、土狗公，好家伙，木奶奶，肉扒堆、蝦嘎子，什麼筍殼魚、老頭魚、爬地虎，什麼四不像啊，等等等等。這個魚啊，在你們老家到底叫啥？再嘗這個紅燒的小螃蟹，這個螃蟹啊，在當地叫六月黃。為啥叫六月黃啊？就是現在啊，剛好就有這個黃了，裡頭有一點點黃，但這個個頭呢比較小，再過幾個月它就大了。因為很小，你看这个殼啊，非常的脆，薄殼也是有一些肉。這麼小的螃蟹，主要就是咂這個味兒，肉質非常的鮮甜，這個殼啊都是脆的。這個店家說，再過幾個月，這個螃蟹長大了就可以清蒸了，但是現在小就只能紅燒。看這個，滿滿的跟雞蛋黃一樣，太香了。你別看這都是小的這種江鮮啊，確實是味兒不一樣。嘗嘗這個，哇，這個個頭更小，這咋吃呢？就直接順頭嚼，一次嚼仨，非常鮮甜。這個殼啊一嚼就酥了，然後裡頭這個肉啊 Q 彈彈的，好吃。這就是富春江裡的花生米，再蘸點這個汁，哇，醋汁兒根本就好吃到停不下來啊！你如果不想吃这個殼啊，其實也能剝，但是啊，真沒這個必要，這剝起來啊太費勁了。這剝完之後，裡頭這個肉啊，這就是蝦米，這麼小。下飯的來了，當地的土菜啊，生炒雞。這雞肉啊是拿生的這樣炒出來的，拿油煸了一下。看這個顏色就能看出來，非常有味道。這菜啊是既下飯又下酒。它這個雞啊都是1年以內的那種嫩雞，稍微在油裡一煸，肉特別嫩。這菜啊，就是下飯。蓋幾塊雞肉在上頭，哎，這個湯更香。鲜味全在湯裡。夏天到了，杨梅熟了，這個季節正是吃楊梅的時候。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富陽的一座山，這個山上呢有很多楊梅的樹啊，它是個楊梅基地。
給大家介紹一下啊，我这个家伙事儿啊，这个啊，相信大家能看出来啊，这就是勾杨梅的，因为杨梅在树上往下勾。这个呢啊，大家一猜就猜出来了，是放杨梅的啊，一个篮子。这个呢，再给大家介紹一下啊，雖然這裡頭有楊梅，但是在山上跑來跑去的，畢竟會口渴啊，帶了一瓶水。這還有個袋子，這個袋子呢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，你看小黑貓。黑貓同款這個袋子，為了這個避嫌啊，這個廣告嫌疑，咱把這個皮兒呢都歘掉了。雖然我把這個皮兒歘掉了，但大家一看這個紅蓋啊，也能知道這是什麼品牌。在這裡啊，咱就不多贅述了。開始採楊梅，哎呀，就不知道這一籃子我能不能採滿，真是農夫山泉有點懸呀。這整個山頭啊，全是楊梅樹。我看它可能是有幾種品種，有的熟了，有的還沒太熟。這個比較低，看看。來吧，來吧，來吧，採楊梅。這個不用這麼採啊。但是呢，這個沒太熟透。這個品種呢，應該是冬葵，你看還沒咋熟呢。但是啊，這果子掛的可真多哦。這個差不多了，哎呦，摘下來可以隨便品嘗。這我問過的，人家老闆說的，咱不能隨便吃啊。你看我買了一個這個套餐，這個套餐是啥呢啊？69塊9，帶走5斤，在這兒可以吃5斤啊。這倒人家沒說啊，在這兒你吃10斤都行啊，這是隨便吃。這沒洗不知道能吃不？酸甜酸甜的，好吃，有點誇張了，但是確實挺好吃的。哎呀，這水大呀！小朋友千萬不要學我啊，最好是拿鹽水泡一下，洗淨了吃。咱是不乾不淨，吃了沒病。哎呀，棒棒棒！這些都沒太熟，你看這個楊梅啊，這個水果看起來啊都饞人，感覺非常的多汁。你看這紅紅的，我看那個上面的熟了。都紅的發紫了，你看這地上這都掉下來了。哎呀，我這個桿子夠長啊！上家伙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哈，這個掉下來了。看，哎呀，這果子，看這顏色，這手上都是。再看這裡頭，哇，這3個下來了啊！顆顆飽滿，雖然這個頭不是很大啊，但是肯定好吃。哎，我準備啊，就坐這個樹底下，我看上面還多着呢，先吃它10斤，走的時候再帶5斤。哇，哎呀！甜，真甜！這棵樹我可看上了啊！哎呀，看這果子，哎呀，啥叫採摘園啊？就是算吃算玩。這就是蚊子有點多，咬人。行了，咱少吃點。一呢，這確實沒洗，怕吃了這晚上拉稀；第二呢，給人家老闆留點利潤空間啊。太好吃了，酸甜酸甜。哎呀，
換一棵樹啊，說不定底下的樹更甜。哎，噗！你看那边，我看有个大哥啊，这是果农，站树上采，咱一会儿站那边树上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個汁兒，哇，這個一捏啊，這個汁兒裡邊肉是一絲兒一絲兒的。我看這個樹挺好，到這兒來，得加小心啊！哎，全沒了！哎，這掉地上了，應該是這個，還有這個，不能可惜了了啊！就這麼個吃法，錢是省了。我跟你說，今天晚上準汆洗。這個樹長得比較矮，專門就欺負它啊！咱上去吃。上去之前，我發現有一個。這有個漏網之魚，快看呀，二星上樹了！上来就大開殺戒。打開吃戒，這上來啊，到底是好摘。注意，哎呀，哎，張嘴，張嘴，啊，哎，想啥呢？嗯。啥叫吃的最新鮮啊？就是根本不用摘。你看，這有2顆，直接上嘴。你別把它摘下去了，得站穩了。
哎呀，纯天然啊！啥叫刺激？啥叫意外？就是上来的时候这挺好的，这下不去了，不好下这挂倒档。我看这也是腿好了，哎呀，这往下蹦啊，这是。啊！哎，没事儿。哎呀，这我吃杨梅，这蚊子吃我啊，这是。哎呀，采了半天，看这些空空如也，看来我只能带走人家摘好的这5斤了。总共摘了10几20个，这全让我吃了，这一个都没有。重在体验嘛啊！何止摘满，一个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摘了大概10几20个，摘了10几20个都让我吃了，给吃了。那种青的还是东北还没熟嘞。啊，那种多还没熟。你看人家这多。那你下面拿一块就好了，这里直接拿一块，直接拿一块。我们都挑好的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哦，你看，这多好！这是你们在树上往下摘的是吧？高的地方，高的地方，我们员工去摘的啊。我爬到树上吃了10来个，挺甜，挺甜。甜还甜的啊。挺甜，挺好。就是你们自己来摘，摘不到。就是。都很新鲜的，早上刚摘上来的。哎呀，看人家采的这，满满一筐，足足5斤。浙江杨梅，你值得拥有。上链接啊，没链接啊，咱这不是卖的，咱这来体验的。家人们、亲人们、宝子们、兄弟们，不为挣你钱，只为交朋友，支持一下星子，老铁双击666。啥？5斤不够，支持星子，再送1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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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，再送1斤。啊！哎，没事儿。寻找美食，咱又来到了小镇。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阜阳的新登镇。我发现啊，一个现象很有意思，就是在杭州啊，你到处都能找到好吃的面馆。就来这种小地方、小镇上也有很多啊。比如说这个小镇啊，它吃面很有特色，就爱吃拉面啊，就跟那个西北一样，这种拉面。而且呢，人家这个拉面啊，具有当地的特色。咱找一家尝一尝。就这个店啊，根华拉面啊，当地10几年了，很多人是从小吃到大。你看这个招牌这个字啊，这感觉像青海的兰州拉面。来，店小小的，啊，菜单在这儿，大肠面。哎，你好，我点个面。点个面。点个面。啊，忙着呢。啊，给我来一个这个猪肝面。哦，猪肝面，然后这个臭豆腐面我只要浇头可以吧？加个这个浇头。加浇头好的。啊，猪肝面加一个这个浇头。啊。再来一个炒面，然后炒面上给我盖个煎蛋。辣要不要放？要，能吃辣。好嘞。哎呀。这上面那个上面。这猪肝，要它淀粉上去。
在啊。哦，这个面条每天是提前拉好的。哦，提前拉好的。粗细都不均匀。对的。纯手工拉面。这是雪菜是吧？上面。啊，要。2碗面上齐，好家伙，就2碗，结果这么大阵仗，这是为啥呢？就因为他这里吃面就很有意思，是这种过桥的啊，就是盖浇的。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臭豆腐面啊，臭豆腐这样子，啊这个呢就是猪肝面，这个猪肝面呢就是他家的招牌啊，都是往上盖。这个面都是一样的，就这样的拉面，然后汤里头呢是一点点的雪菜，然后酱油汤。这个小店啊，就2人2口子，大叔和这个大姐。你看这个碗看见没？碗都是带豁的，这一看就是老店。我进来的时候说10几年，刚才我问了一下这大叔啊，你们开多少年？人家说30年了，30年老店。先嗦一口啊。果然是老店，好吃。它这个汤已经非常有味道了，就是雪菜面。其實你就算沒這倆澆頭，光吃這個面它也好吃。哎呀，不錯不錯，關鍵是筋道，真筋道。這感覺就是跟那新疆辣條子一樣。這杭州紹興一帶都愛吃這個臭豆腐，但是這個臭豆腐麵我真是第一次吃哦，這杭州也沒有。好家伙，你說誰能想得到各種各樣的麵？你誰能想得到還有臭豆腐麵？給它過個橋，哇，這豆腐可真臭，是辣椒炒的，青椒炒的。哎呀，這真臭，它裡頭非常嫩。臭豆腐是聞着臭，吃着香。好吃好吃，你就光吃個臭豆腐都好吃。不錯，這比想象中好吃。這個一炸就是炸臭豆腐。這個組合太奇妙了，臭香臭香的，麵香豆腐臭。別看這家店小啊。來到這家店呢，有2個我沒吃過，一個就是臭豆腐麵，我確實沒吃過，還有一個就是這樣的拉麵我沒吃過。怎麼樣的拉麵呢？就是因為啊，它就老2口，人手有限，它這個麵呢不能一碗一碗拉，它不是現拉的，它是提前拉好，然後放在那兒。你說你提前拉好放在那兒也行啊，但是呢，它已經煮過了，好家伙，煮了個5成熟，然後做麵的時候拿過來就直接用，就比較快。然後這也是我沒吃過的這樣的拉麵。
再来这個澆頭，這才是他家的這個看家菜啊，豬肝。你看這個豬肝炒得非常的油潤，也是拿辣椒炒的，裹在上面。你看底下這個油，這個油才香啊。我看有人說他從小就吃這個豬肝麵，吃了10幾年，吃了不下100碗。我說10幾年吃100碗這個豬肝麵，這有多好吃？果然好吃。這個豬肝啊，主要這個火候好，裡邊非常的嫩，外面呢又脆脆的、酥酥的，整個的感覺再加上這個筋道的拉麵，這個口感一絕。我覺得我這碗麵更絕，是雪菜豬肝臭豆腐麵，這一筷子下去，3種味道，那加在一起吃。好吃好吃。哎，太满足了。吃完汤的再來個乾的，哇，這個更愛了。上面蓋個蛋，熱氣騰騰的這種炒麵。你看這個火候，這個麵還有菜，有的地方是焦焦的，哇，這個感覺太香了。這個大叔啊，炒菜非常有锅气，可以說是火冒3丈，任何的食材都能炒出来这麼高的火。哎呀，這是肉絲炒的，這個炒麵非常的油潤，它裡頭還加點豬油，這一口的香暈了。好吃的我都沒法形容，鹹鮮可口，最關鍵是它把麵裡頭這個水分好像都炒出來了，吃起來啊跟皮筋一樣，麵焦焦的，然後呢特別有咬頭，特別筋道。要亲命了，再來口蛋。哇，還有肉絲，還有菜，絕。哪個不要呀？豬肝麵呀，哪個不要？這不過了。我跟你說這個麵為啥好吃啊？你就看這個油，這個油啊還能炒出菜，這個油弄那邊去了。哎呀，這個麵太好吃了，好吃到啥程度啊？一點都不裝，我又加了一盤，2盤吃過癮，要不然這走了何年何月才能來啊？啊，这油，哦，来了，好嘞，謝謝。哇，這個蛋更大。當當當當，哎呀，冒着熱氣啊，太棒了哦！我先吃了啊，朋友們，實在受不了，點個外賣吧，泡個泡麵啊，再不行啊，活我下啊，買張火車票下鋪，趕緊過來吃，真好。再見。